如果你能回到历史上最震撼的一刻，你会选择哪一天？是第一次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刻，是长城建成壮观无比的那一刻，还是世界大战结束和平降临的那一天？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，才是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天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不是一个悲剧吗？为什么这一天如此重要？马可福音15章25到38节描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几个小时。这不只是一次处决，而是一场属灵战争的高峰。时间上午9点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群众与祭司嘲笑他，你不是基督吗？救救自己啊！中午，天地突然变黑，黑暗持续了3个小时。下午3点，耶稣大声喊着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最后，他大声呼喊一声，气绝了。就在那一刻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。这不是单纯的死亡，这是神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。永强从小在贫困的环境长大，他的父亲坐牢多年，母亲又因病去世，他几乎是自己把自己带大。这世界对我不公平，他从小就这样想。为了生存，他加入一个帮派，学会了偷窃、勒索，甚至打架斗殴。最终，他在一次抢劫中被逮捕，法院判他3年徒刑。当牢门关上的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彻底崩溃了，这辈子就这样完了。他心想，在监狱里，永强遇到一个特别的囚犯老陈。老陈是个和蔼的中年人，却因为某些误会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尽管如此，老陈每天都充满平安，甚至常常鼓励其他囚犯。有一天，永强忍不住问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平静？你不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吗？老陈微笑，我也曾经这么想过，但有一天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他改变了我的一切。谁？耶稣。几个月后，永强收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，法院重新审理他的案件，因为关键证据的出现，证明调查与审判过程有问题，他竟然被判无罪，当天就可以出狱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当监狱的门缓缓打开，他站在门口，却不敢踏出去，因为他真的有犯罪。他回头看着老陈，发现对方微笑着对他点头。你自由了。那一刻，永强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他明白，这就像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，圣殿的幔子裂开，这代表什么？以前人要通过祭司才能亲近神，但现在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直接与神连接的道路。
黑暗笼罩了大地，象征着人类的罪与神的愤怒，但耶稣承受了一切，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。我们都曾经活在罪的牢笼里，但耶稣的死打开了自由之门。今天你是否还活在罪的枷锁里，不敢踏出自由的步伐呢？耶稣已经为你打开那扇门，勇敢走出来吧。